这期视频的主人公是我在渥太华的指定发型师，他在北美闯荡了近20年，在加拿大有一套房，在美国有一套房，儿女双全，堪称人生赢家。Hello， 没有人吗？现在有人了，有人了，有会啊，给人烫头发。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他，我室友啊。是啊，对，来吧。好。上次节目还可以吗？这个上一次还挺好 OK，上次挺好。然后我其实是想稍微留长一点，好的，然后你就主要把两侧和后面剪一下。OK， 行，上面前面就不用剪太短。还是按照他这种对疗向剪啊。对。那你剪头发应该挺多年了，你说你10几岁在国内就开始剪，应该有20年。20年了。对，那你有多大岁数？可以问吗？差不多40岁。差不多40岁。对，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完全看不出来。是啊，我感觉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样子。因为25、6有点夸张了。住坎纳塔的房子你自己买的还是租的？我自己买的。你刚不是从纽约回来没多长时间吗？对啊，你直接来了就确定在那边买房子？对啊，因为怎么样说？因为租房子很亏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租房子你的钱是给了他们，然后自己拿不回来的，是不是？这是我觉得，因为尤其是在这边的国家啊，很现实的，你房子肯定会保值的，还会升值啊，它肯定会升值的。所以有时候就很多人说你这么傻，一来就我觉得，因为我住的不喜欢，我搬回美国，搬回纽约，我可以把它卖掉，就是我还是可以用我的本钱去再生活。好像我搬去加州，我也可以再生活。所以你从到渥太华到买房中间花了多长时间做这个决定？其实我来了1个多月吧。1个多月就确定买房了？我来1个多月，我考察过。我来这里考察差不多5周左右。5周左右，然后你确定在这个城市5周之后，然后我就重新来渥太华再看一下，然后我喜不喜欢这个地方？但是我就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不喜欢这个地方，还在这儿买房 ？I don't like the city so too small and very so boring. 那你还要在这里买房 ？But good for kid. Yeah, good for family. 为孩子，为了家庭。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就是可以养老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不会在这里养老的。你孩子长大之后，我孩子长大之后，我会让他回美国。去哪里？回美国。回美国。对，只是在这里，这个读书这段时间在这边。对，因为读书，因为我想孩子他们现在是 teenager 嘛，他们就是比较容易学坏一个时期吧。就是美国那边对这个青少年对学习还不太好。不太好，这个是我走个路线吧。就比较任性一点明白。你是考虑到他们的教育，先来这边，然后之后回去。你说喜欢这个地方，我不喜欢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活跃的人，所以喜欢夜生活，大城市。我喜欢还是闹一点的城市，因为这个城市就非常静啊。对，他们说这个渥太华是最无聊的城市嘛，加拿大最无聊的城市。你跟传统的中国人不太一样，中国人就是只要能挣钱，我什么娱乐活动都可以没有，我就天天就挣钱。但你还是需要，比如出去旅行。我必须的，我1年我必须要去一个地方，或者带孩子去哪里，就让他见识见识。我觉得不要待在一个就很死板一个地方，就是不是一定要一脚踏进去就不停肯定这个地方。可能这个是。可能我们这个年代吧，我们是穷出来的。我是穷孩子出来，因为我们以前都是比较穷的。因为10几岁就开始干工啊，都是比较往外向的，就往外国啊，往就是城市里面走的。因为农村嘛，对不对？就没什么就特别有很多东西给你 try 啊 ，snack 这些吃啊，对不对？
但是出来外国，我就想让孩子见识多一点，玩多一点，看的东西更多，以后他脑袋就想法更不一样。可能这是我的想法。哎，你老家那里出国的人是不是特别多？非常多。你老家是江门哪里啊？我是台山人，我是梅家大院是让子弹飞的地方，就是我家。让子弹飞，这个排气的地方就是我家。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的。所以你其实周围邻居啊、亲戚很多都已经出国了，在你小时候都是出国，对，因为平均一个家庭里面都有1-2个人出国了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外向的，不会内向的。因为怎么样说？因为就感染吧，就是出国就是一个好路吧。讨生活对，出国就可以见识吧，对不对？就见识很多东西，尤其是我的兄弟啊、同学，全部是在美国芝加哥啊、San Francisco 啊、Los Angeles 啊、New York 啊，全部是在大城市比较多。因为他们就是怎么样说啊？就是其实出来外国，其实辛苦是有价值。我们在中国我觉得我们在中国还做法庭生活，可能我40岁，我现在这个40岁的年纪，我可能会拉倒了。拉倒是指就是大叔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没有年轻人这种活跃感了，已经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来外国，我要不觉得是自己年龄一个界限，只是心态吧，对不对？我心态是25、28吧，对。但是我老，但是我觉得不要特别让人家觉得你是一个比较不是很 open 就很死板这样。我觉得是比较有改变吧。因为我觉得人就是你住的地方越多，你走的地方越多，你的心态不停改变，不停 push 自己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。然后就心态又不一样了。对。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告诉年轻人，千万不要让自己觉得是一个什么，哎呀，我就是做不到的。其实没什么做不到的。对，我 ABCD 26字母都默不，我都可以现在默过了。对，你现在英文我感觉挺好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可以 basic 生活我觉得还可以 handle 得到，我就 OK 了。因为怎么样说，我们毕竟不是在这里读书的。对。我是小学生，初中没读完的。所以我觉得读书是很重要的。对，那你也很厉害，初中没读完，我觉得你见识要比国内很多大学生的广很多。你去的地方，比如接触的人，我觉得要比他们多很多。可能我爱走来走去吧，真的。回头你要把你非主流的照片发给我。好，我发给你，我要放在视频里边，对比一下你现在。也是爆炸头的，也是爆炸头。对。有人说你长得像陈奕迅吗？我是多伦多陈奕迅，真的。真的有很多人是这么说吧？我觉得其实挺像的。很多人说我是翻版陈奕迅，就是我比较瘦一点点嘛。我还有一点肌肉他就是肥肉嘛。你这么说，那个陈奕迅粉丝要骂死你了。没事他就是肥陈嘛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粉丝都是叫他肥陈的，不会叫错的。喜欢你蓬起来，就主要是风一大，它一吹它就不好看。走了。OK， 谢谢。走了，我也走了。你看多长，你看冷饭菜汁，但是这是毕竟是你老婆给你做的爱心便当。Oh my god！ 至少有爱心在里边。还是有淡菜、青菜。广东人不就喜欢这样吃吗？对啊，没办法，就是还是用我们最爱的罐头鲢鱼。是那个鲢鱼是吧？对。对，我之前在深圳的时候做那种豆豉鲢鱼，对，油麦菜，来，这是吗？对啊，
对啊，豆豉鲢鱼油麦菜，还豆豉鲢鱼苦瓜。豆豉鲢鱼还有火锅的？好，不苦瓜啊，苦瓜 ，OK， 好好吃的，非常好吃。我还是蛮喜欢吃，从小吃到大嘛，就觉得这种味道还是离不开家乡味道啊。因为我回去美国要玩嘛，所以就觉得哎，更爽一点，更好玩一点嘛。啊，你这次去美国待了一星期是吗？1个多星期对。啊，你是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过去的？对啊，对啊。回去就去看蛋啊，倒数啊，哇！对，我看你发的朋友圈了，一到纽约了就很开心是吧？是真的，不一样。我住10几年Toronto了，我每一次开车，我回到加拿大我就觉得很沉重了。回到加拿大很沉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以前有房贷啊，然后还有生意啊，每一天都是要干工开支，然后觉得还是很累。但回美国我回美国就觉得自己就好像很轻松哦。哎，你美国的那个房子已经没房贷了是吧？都有的，那可以出租嘛，再出租。OK。对，全部出租出去，就没什么压力吧。啊，美国那边就是出租出去的话，租金高一些是吧？租金都是1000多块吧，你租一个 basement 一个家，它分家庭的。美国房子和加拿大房子很大区别的，就是美国房子就是它刚开始有3个家庭，一样房子是100多万啊，然后这3个家庭，平均你出租啊，你可以 cover 得到它这个 mortgage 房贷吗？啊，对对，在加拿大是不一样嘛，你是住一个房子100多万的，或者你这个 mortgage 是自己给的，很不一样的。哎，对你这边是自己住你这里的房子对吧？啊，对。哎，那你最开始为什么会想着学做发型这一行呢？啊，这个是一说就是可以简单说吧，好不好？说来话长说。OK， 我开始是去学做 DJ 的。DJ， 那么酷。DJ 在 DJ 迪吧里面打灯的，是17岁左右吧。17岁做 DJ。16岁还是17岁，这还没读完初中啊。我就去一个我哥的朋友这里面。就是这家迪吧店嘛，以前很流行，就打灯啊，学打灯，然后做3个月，我老爸就拖我走，因为以前很流行，就是什么要有头圆啊，要学坏嘛，因为我年轻时候嘛，因为很怕我学坏嘛，然后我爸就拖我走回他家，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去，我很喜欢爱玩的人呢，还有我很喜欢这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。是我人生一个，因为我老爸也不懂我怎么样去教我，也没陪伴我，所以我感觉我想要的东西，他们觉得这个是学坏的，你不要做，但这是我的兴趣来的，是人一个兴趣，你把它砍断了，他会反叛的吗？对不对？他会不听你话的。后面我就在路边就。过马路嘛，然后看到以前的发廊都是很多人发廊都是有这些玻璃镜，看到他们里面哎，我好像很帅哇，要背一个包嘛，然后觉得这师傅很帅感觉，还不错，都可以去学一下剪头发，然后就这样就学，就是觉得比较帅，所以就对。我出来加拿大最 lucky 就是碰到一个好老板，给机会我学英文，然后呢。还给我很多机会教我觉得这个老板是非常棒的。他叫 Vincent，OK， 对，永远记住他的。然后他因为我来时候什么都不懂的，一句英文 ABCD 都不懂。26至54，他给机会我去学，然后他看我年轻嘛，然后就说我给机会你去学，就让我7点钟就下班就去读英文，然后读这个 ACL， 然后就不停的学会就学到 basic 的，就比较生活到的，买 coffee 的可以买到。我知道我去加拿大第一站就是不懂买 coffee，然后因为我就拿20块就给这个 Tim Horton，我还不懂多少钱，他问我什么 favor 我也不懂是吧？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学英文。对，我记得以前整一个头发，我不懂英文，沟通不了是吧？沟通不了，然后人家问我。
我要剪，就是 little bit， 然后I don't know， 我说滴，然后拿这个后镜子，然后就我剪个头发剪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哦，然后就因为沟通不了，然后就沟通不了，但是这个说真的，我很想放弃这行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去新地方你不懂说，然后因为就算你技术很好，也有技术好，因为你语言你沟通不了，就好像你怎么样去买一杯 coffee， 对不对？你连 flavor 都不知道，多大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什么 size 都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是觉得要更新自己吧，内心要强大一点，千万不要放弃。因为我坐地铁我还自己哭，真的哭啊，我流眼泪。OK， 我是9月份到我最记得9月份到托人头的，然后就11月份，差不多到生日了吧，我真的很想放弃这个工作。然后我同事里面有差不多10个员工啊，10个师傅，里面有香港人啊、泰国人啊、马来西亚啊、日本人啊，全部是就是亚洲人的师傅都有。然后有5个师傅叫我也不要放弃，我知道你是现在很辛苦，然后老板就告诉我给机会你去读书，然后我就去学。那时候你去学英语是免费的是吧？对，免费的，对。只是需要足够的时间，老板给你时间。对，时间最重要，因为我是上晚课嘛。对，晚课有用，我住到8点钟我就去不了嘛。明白。他是8点钟才上课的嘛。我7点钟我就过去嘛。他给我7点钟下班，我就可以过去学嘛，上课嘛。不过以后像7点半，好像8点钟左右上课吧。所以就是他给了我的时间去上课，我觉得是很感谢，感激他。所以还是挺开心嘛。做这行我有时候，所以过来加拿大怎么说？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但是我很感谢这个地方。对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地方。你在加拿大也待很多年了吧？加起来10几20年，13、14年吧。依然还是不喜欢这个地方？不喜欢，真不喜欢，没有归属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在美国待了几年？加起来4年多。在美国只待了4年，但是你更喜欢美国对，我还是喜欢美国，因为怎么样说呢？可能自己真的是有对比吧。就是还有第二个原因是，我想小孩子以后回美国，他们的发展空间要不一样。因为加拿大你知道税重，对，就是找钱比较低。and then 它的发展空间没美国这么多的。并且你在美国挣的应该多一些吧？对，美国赚钱说真的啊，一个小费 ，OK， 小费，2就是人流，人流量更大一些，3就是美国人会花钱一点因为他税低嘛，对，还有他的工资底很低，但是他小费很高所以那你能方便说一下，在美国大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平均下来一天大概不说一天1个月大概收入多少？1个月6000美金，对，很高6000乘以7的话4万多对啊，非常高了。对啊，很好的。那你来加拿大应该收入会降低挺多的。没有的，以前我在多伦多还是不错的，都有5000多块的。多伦多毕竟大城市嘛。对，最少有5000多块的。后面我就觉得，因为我新来这个地方我现在我觉得做一个沙龙是太慢了。你赚钱这个时间要花很多时间，你赚的钱都是little bit，所以我就是要做2份工作因为我觉得来一个新地方，我知道的，从低做起。但是你没有觉得加拿大会比相对于纽约来说更安全一些？那边就是更稍微……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吧，安全其实你遇到就是不安全嘛。对就看你运气对，你遇到就不安全，但是你没遇到就觉得还是生活还是挺好的你在纽约待4年，有没有被偷被抢过？没有，反正我在加拿大是给打劫过。对呀，我10几年前我背一个书包，我住的地方全部是黑人区吧，我就给不是4个5个在多伦多前面在 Victoria Park 和 Walden， 我还说明这个地铁站
然后一出门就是有5，前面有2个，后面有2个，前面有3个，就按着我抢。以前我买一个 iTouch 啊，还是很厚的 ，OK，iTouch 好像是500多以前啊，第一代的 iPhone 出来有 Touch 的，让我给你抢了，给他抢了，所以我遇到就觉得。你觉得这个城市安全吗？我觉得不安全。那你所以说你在纽约还没有被抢过？没有啊，因为你懂地方就不一样嘛，你对吧？你不懂地方，其实你去一个不安全的地方，你都不安全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你去奥特瓦这个什么 York 这边，对不对？他这条街很多这些流浪汉啊，也不安全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就住开发塔，我觉得很安全的，就是这样。还是分地方说，每个地方都有安全和不安全的地方。对。OK， 这期节目最后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好的，就是你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生活？我都是为了我的家人，为了我的孩子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给我孩子读书啊，让他们平静下来，这种加拿大生活的节奏。所以你等于是为了家庭选择来这里生活的是吧？对。那所以你未来还会继续待在这里吗？不会的。因为我很肯定的，因为这个不是我喜欢的地方，因为未来还是会去美国的。对，必须要走，因为待在地方，这是我一个人生一个很界限的一个地方嘛，我感觉就是一个临时的落脚点啊。对对对，你说采访的这么多人里边，唯一一个就是很讨厌这里的人。我不敢说讨厌了，只是我对这个地方给不懂我想让我心态这种活跃 feeling 就是比较淡一点吧，我感觉是一个天气，就是我觉得这边的人也没有我想要这种活跃 feeling。OK， 好，明白。好，今天采访就到这里，再见。谢谢。